之前那个地方好像着了，着了。老师，我觉得你可以上来了。老师，你要上来吗？是。这香的感觉不太容易烧人了，有没有点祭祀的感觉？在熊熊的火光中，李海潮似乎感受到了3000多年前的炙热。他做这个火烧实验，只为还原6号坑出土文物木箱子的过往。发现6号坑的那个时候呢，这个木箱到底装的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为什么是一个碳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现象，用最详细的一个方式去记录出来，但是我们依然看不到当时的场景。唯一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去模拟它当时的这种焚烧的场景。红彤彤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云也燃烧了起来，跳动的火苗映照着3星堆人冷峻的脸庞。在这个炙热的夏天，天空中飘着多少离去的悲伤，地上就有多少活着的渴望。离去的人化成了安澜的长梦，留下的人必将创造一个绮丽的大梦。现实照常热烈，生命依旧绚烂。6号坑出土的最神秘器物木箱，已经被整体提取，进入了实验室。现在研究人员开始清理工作，大家都希望在木箱里面有惊人的发现。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了解6号坑整个木箱它形成的一个原因，当时也是将木箱做了一个180度的反转，从底下往上倾。经过大量清理之后，研究人员不仅在填土中检测出了丝蛋白，而且在木箱底部发现疑似朱砂的物质，并且还发现大量灰色与黑色的不明物质。这些发现都让木箱子显得更加神秘。现在这个是一个底儿朝天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底板，所以现在露出来的有这种成片的这种灰烬啊，板灰状的很薄，还有这种朱砂。这一块好像是这些见不到朱砂的地方，也同样也见不到板灰。比如说它盖了一层带红色的布，这玩意儿只要稍微见一点火，立马就成灰了，根本就留不下来这种颜色。所以要不然就是弄完之后，要不然是涂在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的。你们发表一下意见呗。根据木箱发掘出来的状态，李海超判断掩埋现场一定发生了焚烧行为。但是3星堆人到底是如何烧的呢？怎样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海潮。那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木箱的一个成因的问题，所以我想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去做一个系列性的木箱的焚烧实验。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实验怎么去设计的一个问题。它可能是在外部进行了碳化，然后再把它放进来。虽然被焚烧、被掩埋，但它从未真正的消失。岁月长河，福脉千里，随着清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今天的人们正试图从历史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生动鲜活的3星堆王国。最近这段时间，文保基地特别忙碌，因为文物出土之后的清理工作非常重要，必须小心谨慎，
而且还要和时间赛跑。出土后的文物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及时清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可能就会永远的消失，秘密就会永远成为秘密。这个东西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它这个漆壁太薄了，我以为它漆壁很厚呢，结果它很薄很薄。狗嘴吐不出象牙，狗嘴里吐出象牙，这次真的能吐出来，真的狗嘴里头掏出来一块象牙。耐心、细致是文物清理的第一要务。对。文物清理就是在泥土之中，在微痕之下去寻找那些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多透，非常透。这里面没有鱼，不是活吧？在清理文物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必须做好残件缺口的比对工作，建立文物数据库，为之后修复与拼接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一个是出，对气口，还有一个空心。赵老师，你觉得是不是？老师觉得应该就是。绝对是。就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弄，明显是的，明显是。那么样的。这个位置，你怎么转一下吗？肯定是这头，是不是我们应该装一下，先从这头开始？这头连插口都没有。绝对是，看严丝合缝，看到没？这样是对的。看到没？哦，量个这长度，从那儿量到这儿，因为它这儿还是有一节交接。1米13，好113。31、2米53、2米84。这个素描拼起来2米84。是不是说马虎的嘛？这叫啥？这叫逗哏，直接上天了。你要再往上面点。所以我觉得好多文化故事从我们三星堆来的，好不好？文物清理工作看似枯燥，但在三星堆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三星堆本轮发掘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仅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就有2290件，文物清理工作量巨大。我们以前处理化石都是用这个处理，对，化石比较硬多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前来助阵，大家小心谨慎，又满怀激情，触摸着手中的文物，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一件件文物在文保人员的手中慢慢苏醒，当他们睁开眼睛，已经是3000多年后。历史如此美而易碎，被掩进层层黄土，真相如在梦中。然而总有人愿乘逆旅，吹尽狂沙。所以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6号坑的这个木箱，首先它到底是在哪儿烧的？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李海超的木箱焚烧实验已经做了2次。第一次，他将木箱放在土坑中点燃，燃烧过后，坑壁留下了明显的灼烧痕迹，烧过的木箱太过完整，与发掘情况不符。第2次，实验改在坑外进行，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将木箱烧塌，依然不符合6号坑木箱子的情况。那么会不会是在坑外点燃后又熄灭明火，然后再埋入坑内的呢？
看看能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这最好就是一个完全烧透了、完全碳化的状态的时候呢，就覆土，把它这个完全给它熄灭掉，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既碳化，同时呢又有保持一定强度的这样一个状态。火势比预料的更快也更大，不到20分钟就将木箱最先起火的部分烧成了木炭。烈焰之中，李海超仿佛与三星堆人相向而行，却又一次擦肩而过。去尝试嘛，都得要去做一下才知道问题在哪。因为坑内烧有坑内烧的问题，外面有外面的问题。最后你要尽量的把所有这些问题尽量的多解决，看看哪个最可能符合坑里的那个迹象。我们现在发现，无论在坑内烧还是坑外烧，都很难达到一个我们考古发现的这样一个场景。这种种的迹象表明，6号坑就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可能接近真正的祭祀坑。收拾好实验现场，李海超特地让学生留下那块湿泥土包裹焚烧的木头，那些剥落在泥土上的朱砂，就像一根血管的源头。时空似被打破，让我们得以进入三星堆人的世界，感受那遥远的文明是如何与你我血脉相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却来时的脚步。三星堆人用勤劳和智慧编织五彩的梦想，勇敢追逐神鸟赐予的祝福。千百年来，这片传说中白骨自生、鸾鸟自歌的土地依然忙碌。青铜凤鸟柱头是出土于三星堆8号坑的一件神奇文物。身体和尾巴既似公鸡又像凤凰，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出土时身体表面布满黑色的线条，而头上有一抹红色的彩绘。3到8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头像，专家发现这些青铜头像的眉毛还有发髻等部位都被涂成了黑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并不是它们本来的模样。这件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出土于8号坑，在清理的时候，专家发现它的全身布满红色的彩绘。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象牙珠上发现了黑色的眼睛图案。这些来自3000多年前的不同色彩，令人大开眼界。既有红色的彩绘，也有黑色的，就想搞清楚它哪一层在上面，哪一层在下面。那不会都没有反应吧？这些不同的描色究竟有何用意？三星堆人又是用什么材料混合成自己想要的颜色？如何将这些3000多年前的颜色保存下来？这些带彩器物又该如何清理呢？这些问题令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棘手。以这个肉点周围的有打这也是乳钉周围的，这块是用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好像也没有彩绘啊。有，你再看，你肉点周围这块肯定有。土含沙量比较大，是吧？但是还有那种贝壳或者是沙子。有贝壳，有就是有碎了的，有松了的那种，也有完整的。因为这块泥啊，这块泥的比较细腻一些。为了谨慎起见，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的专家刘江卫选定了文物附着物情况完全不同的3个区域进行实验性清理。三星堆祭祀坑里包含物较多，象牙、海贝、金器、
玉器都有，加上青铜器在锈蚀过程中和土壤紧密结合，使得青铜器的清理难度比较大。难点就在于它的彩绘，就是咱们说的污染物啊，不管是象牙呀，或者是海贝壳呀、土垢呀，它跟彩绘的结合力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要确定下来我们的清理方法和清理的工艺，对这个铜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通过显微观察，刘江卫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施采原雷剥离下来的附着物，这些泥土里可能包含着象牙碎片、贝壳、碎屑、青铜锈蚀物和剥落的彩色颜料，也可能藏着那个他一直在找的答案：黑色物质到底是不是污染物呢？随着文物清理的全面铺开，对带彩青铜器的清理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但是对刘江卫来说，无法弄清带彩铜雷上红色物质和黑色物质的情况，清理工作就无法继续。他决定带着三星堆的样本回一趟陕西。主要是采了一些黑色样品，然后从不同的一些器物上采下来的，然后我们需要先做一个结构分析。和化学实验室同时收到三星堆样品的红外光谱实验室，正在分析象牙残渣表面附着的黑色物质可能会是什么。这个结果真的特别好，我不是偶然的或者泥土的附着物呀，不是这种，这个就是有机物，肯定就是氨基酸之类的东西，蛋白类的或者是什么东西，我感觉不是漆。漆如果排出来的像那种桐油或者人的那种，或者血液啊之类的啊，人的血液啊或者动物的血液。对。这青铜器上用这种有机的东西，反正我是真的没有接触过，因为在不管是铜车马呀，还是在青铜水晶上，虽然它都是彩绘，它没有这种东西，会不会是那种？用人血呀，或者是动物血呀，泼到这个祭祀坑里面，也有这种可能。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什么。证实象牙残片表面有一层有机物，这让专家刘江卫感到十分兴奋。接下来，对铜器表面红色物质的研究同样重要。主要就是这个硫化汞元素，而且它这个风非常的好，颜料颗粒也非常的干净，就是朱砂。朱砂是一种硫化物类矿物质，多呈颗粒状或块片状。上好的朱砂颜色鲜红，具有光泽。朱砂作为颜料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七碗上便使用了朱砂。殷商时期，涂朱甲骨指的就是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那一抹亮丽的朱砂红，也是我们传承至今、融进血脉的中国红。此次西安之行确定了黑色物质为有机物，但是这却并没有解开刘江卫心中的疑惑。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这些黑色物质究竟是哪种有机物呢？它的存在到底是祭祀仪式的产物，还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如何对待这种特殊的黑色呢？我的个人认为就是，一定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就是跟咱们做事一样，不要做太满，太满了会坏事儿。刘江卫最终选择了保留所有的黑色物质，尽可能为未来的研究工作留下空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终将遇见那个五彩斑斓的三星堆。很难取，很难取。
为了保全残留样本而不致损伤器物，马艳茹决定先用粘胶提取这块红色的样本。上面这个红点颜色下来了，样本最终成功提取下来，黄金面具的绞刑工作再次得以进行。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那些遗失的色彩和残缺的伤口，都写满了三星堆人的记忆与梦想，仿若静谧的原野，又似奔腾的江河。它们是时间的切片，也是时间写下的壮美诗篇。然后一个人扶一下。可以了，看不出来。至今我还是很激动，就是我在非常近距离能够观赏到3、4千年埋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这个古代文物。当我们从法国运过来的这个集装箱的木箱子里面把罗丹的作品抱出来的那一刻，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在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2种文化，它们在交融，在碰撞。它会让你在一个很奇特的空间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能够做得了对话的。2023年岁末，法籍华裔吴静携手上海大学，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了现实。一场跨越3000年、打破中西方时空的三星堆与罗丹超时空对话特展，成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岁末的文化焦点。正在参加世界考古论坛的各国专家也慕名前来。经过策展团队的反复学术研究和思考，我们发现三星堆和罗丹，比如说在这样一种艺术的创新、创造力，还有想象性方面，以及艺术的传承方面，其实它们都是有着共通性的。这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情感的一种表达。这场超时空的文明相会。强壮的卓群丽人偶遇了惠斯勒缪斯，戴头盔的智慧女神映在了黄金面具幽深的眼底，在彼此的眼睛里，在好奇的对望中，他们看到了什么？这场融入古今、汇通中西的对话，展现出人类文明跨越地域时空的永恒趣旨。三星堆的这些人头像呢，一般就2种，一种是平头的，一种是圆头的。三星堆的器物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之前看这些器物看得太片面了，或者说出于我们的一个思维定式来理解它们？如果说我们把它们和罗丹的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不会给我们解释三星堆这些器物，或者说理解、欣赏这些器物，呈现一个新的角度？我们每一天都在告别过去，也在每一天迎接未来。而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一声的钟响都是人类踏上新征程的起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三星堆人选择热烈地活着，他们给自己的梦想涂上万物的颜色，是绯红，是月白，是柳黄，是天水碧，也是百草霜。这是流淌1000年的东方浪漫。三星堆人叩问天地，三星堆的未来将去向何方？最终又能否迎来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